当地时间17号，加沙地带加沙城的一家医院发生爆炸，数百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事件发生之后，巴勒斯坦方面直指以色列，哈马斯称美国也应为此事负责。约旦、伊朗、土耳其、沙特等伊斯兰国家纷纷对以色列予以强烈谴责，多地爆发激烈反以反美游行。而以色列方面则否认称，袭击医院的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事发后，埃及、伊朗、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卡塔尔等地区国家均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此次袭击是以色列在行动中缺乏最基本人类价值观的最新例证。面对多方谴责，以方则予以否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称，是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武装派别袭击了该医院。以色列军方也称，情报显示是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发动了袭击。Intelligence from few sources that we have in our hands indicates that the Islamic Jiha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failed rocket launch which hit the hospital in Gaza. 杰哈德方面随后对以方的指控予以否认。这件事影响也很大啊。那么过去来讲的话，战争是不伤及无辜的啊。那么联合国也一直希望说，能够开辟一些人道走廊啊，让一些平民啊不要在战火中丧生啊。可以说是国际间的人道主义啊，已经受到严重的一个挑战。根据外交部网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加沙医院遭袭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感到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我们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对伤者表示慰问。中方呼吁立即停火止战，尽最大努力保护平民，避免出现人道灾难。1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社交平台发文，谴责加沙医院遭袭。古特雷斯说：“我的心与受害者家属同在，医院和医务人员应受到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保护。”此次爆炸正值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中东前夕。拜登在正飞往以色列的途中发表声明说：“我对加沙地带的阿赫列阿拉伯医院发生爆炸以及爆炸造成的可怕生命损失感到愤怒和深感悲痛。”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拜登已指示美国安全部门收集相关信息。尽管拜登摆出了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姿态，但此事点燃了阿拉伯世界的怒火。按计划，拜登将在18号访问以色列后前往约旦，与约旦、埃及、巴勒斯坦领导人举行多边会晤。但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8号凌晨发表讲话说，以色列政府已越过所有红线。他和约旦、埃及领导人已决定取消原定于18号在约旦与美国总统拜登的会晤。18号，拜登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亲自在停机坪上欢迎拜登，两人拥抱之后举行会谈。拜登表示，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发动战争之际，美国将向以色列提供自卫所需的一切。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则发布声明称，美国对袭击医院负有责任，因为美国为以色列的侵略提供了掩护。الأمريكان الذين أعطوا الغطاء ثقتنا ب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وبكل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والإسلامية。加沙医院遭袭后，多国爆发抗议，美国以色列大使馆被包围。17号深夜，黎巴嫩的抗议者涌上街头，高呼口号，挥舞巴勒斯坦国旗，抨击美国支持犯罪的行为。在约旦，抗议者袭击了以色列大使馆。突尼斯、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埃及、毛里塔尼亚等国民众也纷纷走上街头，展开抗议活动。随着封锁时间推移，加沙地带物资已告急。巴勒斯坦总理17号发表声明称，现在的首要任务是阻止以军针对加沙地带人民的军事行动，并确保当地的医疗卫生和食品供应，以及恢复电力和供水。他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向加沙地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加沙地带拉法口岸的埃及一侧，目前有上百辆满载医疗用品、食品和毛毯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卡车排队，等待口岸的巴勒斯坦一侧开放。目前各方正加紧斡旋，争取口岸恢复通行。然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7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在哈马斯释放人质之前，唯一应该进入加沙的东西是来自空军的数百吨炸药，而不是1盎司人道主义援助。经过这一次的这个平民的袭击来讲的话，两方的那个仇恨值都很高啊，平民之间的仇恨值也很高，不只是军队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国际间越来越
沟通的一个问题。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巴以冲突以来最大的悲剧诞生了，加沙地带阿赫利阿拉伯医院遇袭，至少500人死亡，震惊全球。那么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件事？主持人好。任何一场战争呢，第一伤亡者是无辜平民，首先遭殃的也是老百姓。巴以战争爆发以后，才11天时间，双方呢已经有近5000平民死亡，13000平民受伤，30万儿童流离失所。鉴于以往历史的教训，新的巴以冲突爆发以后，中国、联合国、欧盟多数发展中国家均呼吁双方保持克制，保护平民，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降低武装冲突。但是呢，以色列、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仍然坚持要消灭哈马斯，不断向加沙地带采取军事行动，还要迫使100多万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北部，为发动地面战争做准备。结果是巴勒斯坦平民被炸，联合国救助人员和新闻记者被炸死，难民营燃起大火。现在呢，则是医院被掀翻，至少500人遇难，其中呢多是妇女和儿童。看医院满目疮痍的现场，看大火通尸的医院建筑的视频，那真是令人心碎，引发全世界人的人道悲悯。即便是支持以色列打仗的美国，拜登总统在前往以色列前也表达愤怒与悲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文强调，医院医护人员受到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保护，不能再视而不见。欧盟外交与安全高级代表博雷利说，无辜平民再一次付出最惨重的代价，案犯者呢必须被追究。那谁是悲剧的制造者呢？巴勒斯坦人说是以色列军队空袭造成的，以色列呢则说是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干的。其实呀，这都是避重就轻。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近处说呢，是英美这些西方国家偏袒以色列，都死了这么多人，还在拱火浇油，而不是劝和促谈，还派出双航母为以军壮胆。从远处说呀，巴以两国方案一直没有落实，巴勒斯坦人的独立建国诉求难以实现，他们呢在自己的国土上成了无根飘荡的难民，靠他国的救济为生。加沙地带的失业率呢高达70%。哈马斯呢不是外星人，就是这贫瘠土地的产物。因此呢，要阻止类似医院被炸这样的悲剧，近处做呢是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立即呼吁双方停火，不要再伤害平民。长远做呢，则是落实巴以双方两国方案，给巴勒斯坦人一个安宁的家，让他们呢设法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处境。加沙医院惨案发生之后，美国总统拜登踏上访问以色列的行程，但访问约旦的计划被约旦方面取消了。那拜登访问以色列能取得怎样的成果？在加沙医院遇到袭击以前，拜登访问以色列及约旦的计划呢就公布了。他原计划呢，在访问以色列以后，将在约旦首都安曼会见约旦国王和埃及总统，还有呢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无论从他出访前的言论还是行程安排，都显示出呢他的中东行有3个目的：一是支持以色列对加沙跨境作战，消灭哈马斯；二是劝说中东国家不要参战，不要把巴以冲突变成中东战争，否则呀这个覆水难收；三呢是设法在加沙地带开通人道主义救援线路，并劝说这个埃及、约旦等国呀接受一些巴勒斯坦难民。在以军对加沙的医院发动袭击以后，造成至少500人死亡以后啊，拜登表达了愤怒和悲伤。但是呢，他没有批评以色列，而是重申华盛顿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迄今为止呢，拜登尚未明确呼吁以色列要克制、停止轰炸平民、救护车和这个急救人员。他唯一说呢，以色列的不是是警告以色列不要占领加沙，就是说呢，以色列可以发动地面战争，但是呀，打完就要撤，不要占领加沙。这基本上呢，就惹怒了约旦、埃及和沙特等国家，认为美国呢所谓的人道主义很虚伪，不过呢是要掩饰即将来临的加沙血战，不顾巴勒斯坦人的死活，所以呢，干脆取消拜登的约旦之行，以表达中东国家，起码是这3个国家不再对美国总统抱什么希望。用中东媒体的话说呢，拜登在约旦不再受到欢迎。因此呢，拜登访问以色列可能会有2种结果：一是继续支持以色列攻击加沙地带，削弱哈马斯的力量，也就是支持以色列军队发动地面战争；二是面对国际社会对医院惨案的谴责，美国呢也有可能这个微调政策，
在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救援上发挥点作用，在对巴勒斯坦人的供水、供电、供食品上做个姿态，比现在呢做得更好一些。至于说解决巴以冲突的根本性问题，也就是两国方案，他呢也会说说，但是呢不会拿出诚意去落实。所以呢，也有美国媒体说，拜登去以色列并不是想解决什么问题，而是在大选来临前显示呢他很勇敢，敢于到战火纷飞的盟友那儿去助威。